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肉食和素食，谁更健康？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热门话题，因为饮食对于健康影响非常大，而肉食和素食各有其支持者，因此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么，到底肉食和素食哪个更健康呢？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肉食和素食是不同的饮食方式。肉食指的是以肉类为主要来源的饮食习惯，而素食则是指以蔬菜、水果、坚果、豆类等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习惯。这两种饮食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人信仰下，有不同的理由和做法。在新加坡，许多人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养生，也有不少人选择素食或少吃肉类，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那么，肉食和素食哪一个更健康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它取决于你的个人需要和选择。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铁质和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但是它也含有高脂肪和胆固醇，过量食用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素食中的蔬菜和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等营养素，但是可能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蛋白质、铁质和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因此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需要平衡膳食，确保摄取足够的各种营养素。此外，选择肉食或素食还取决于你的个人信仰和文化。在一些宗教和文化中，如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素食是被认为是一种纯洁和清净的饮食方式，因此在这些文化中，很多人都选择素食。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肉食是普遍的饮食方式，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素食，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和动物权益。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蛋白质是人体建造和修复组织的必需营养素，主要存在于肉类、蛋类和豆类等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从米饭、面包和蔬菜等食物中获得。脂肪是必需的营养素，有助于吸收维生素和提供能量，可以从植物油、坚果和鱼类等食物中获得。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有机物质，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可以从水果、蔬菜和肉类等食物中获得。矿物质是人体必需的无机物质，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和正常生理功能，可以从牛奶、坚果和鱼类等食物中获得。然而，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量因人而异，取决于年龄、性别、体重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例如，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可以有助于肌肉生长和修复，但过量摄入也可能对肾脏造成负担。另一方面，过量的脂肪摄入可能会增加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了解自己的营养需求和摄取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先来聊聊肉食如何满足营养需求。在新加坡，肉类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肉类含有许多必需的营养素。首先，肉类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蛋白质是身体建造和修复细胞所必需的营养素。不同的肉类含有不同程度的蛋白质，例如鸡肉、火鸡肉和猪肉都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蛋白质也可以帮助控制食欲，因为它可以让你感到饱腹，这样你就不会在餐后食用大量的高热量食物。除了蛋白质，肉类也是铁质的重要来源。铁质是身体制造血红素所必需的营养素。铁质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贫血，这会使你感到疲倦、无精打采。红肉、鸡肉和鱼肉都是良好的铁质来源。此外，肉类也含有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B12。必需脂肪酸是身体必需的脂肪酸，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维生素 B12 是身体制造红血球和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所必需的维生素。当然，摄取肉类也要谨慎，因为过量摄入肉类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营养学家建议每天摄取肉类的分量应该是手掌的大小，这样就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之后要和大家聊聊素食如何满足营养需求。你也许会问，素食不是只有蔬菜和水果吗？那怎么可能满足我们身体的营养需求呢？没关系，我们来一步步解答。首先，让我们看看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哪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水。在素食中，我们可以从以下食物中得到这些营养素：豆类、坚果、种子、全谷类、蔬菜和水果等。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食物所提供的营养素。首先，豆类，例如豆腐、豆浆、黑豆、绿豆等，是素食中最好的蛋白质来源之一。豆类所含有的蛋白质和肉类中的蛋白质一样丰富，而且更易被人体吸收。其次，坚果和种子也是素食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源，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例如核桃、腰果、杏仁、芝麻等，这些坚果和种子含有许多不饱和脂肪酸，这对于保持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再来是全谷类，例如糙米、全麦面包、全麦面粉等，这些食物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能量，同时还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当然，蔬菜和水果也是素食中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蔬菜和水果所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例如维生素 C、维生素 A、钙、钾等。如果我们每天吃5份蔬菜水果，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肉食和素食的摄取量。首先，让我们看看肉食的摄取量。许多人喜欢吃肉类，因为它们富含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可以让我们感到饱足和满足。但是，过量摄取肉类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例如，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饮食可能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那么，你知道吗？根据新加坡卫生促进局的建议，每天摄取的肉类分量应该为一掌心大小，约为100克。这相当于1份3盎司的牛排或一个手掌大小的鸡胸肉。如果你每天摄取超过这个量，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你的饮食习惯。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素食的摄取量。素食主义者通常不食用任何肉类，包括鱼类和禽类。相反，他们依靠蔬菜、豆类、水果、坚果和种子等植物性食品来获取营养。这种饮食方式可能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但是素食主义者需要特别注意一些营养素的摄取量，例如蛋白质、铁和锌等。如果不合理的选择食品，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足。因此，素食主义者应该选择丰富的蛋白质来源，例如豆腐、豆类、坚果和种子。同时，他们应该关注铁和锌的摄取量，例如通过食用绿叶蔬菜和全麦谷物等食品来补充这些营养素。我们先谈论的是肉食对健康的影响。作为一个繁忙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人经常选择吃肉作为他们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但是，吃太多肉类食品是否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益？以下是3个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肉食摄入量。第一个影响是肥胖，吃太多肉类食品可能会导致肥胖，这是许多科学研究的结果。肉类食品通常含有高脂肪、高热量和高蛋白质，过多摄入这些成分会使我们的身体增重。根据新加坡卫生部门的报告，新加坡人中有 40% 被认为是过重或肥胖的。适当的控制肉类食品的摄入量，是减少肥胖的有效方法。第二个影响是心脏病。肉类食品中含有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这些成分会增加我们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多项研究表明，每天摄入过多肉类食品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概率。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新加坡人中有 20% 以上的人患有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等心脏疾病风险因素。第三个影响是癌症。肉类食品中含有较多的致癌物质，这些成分会增加我们患上癌症的风险。特别是红肉，例如牛肉、猪肉和羊肉，含有较多的致癌物质，且经常摄入红肉会增加患上大肠癌和摄护腺癌等癌症的风险。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每天摄入50克以上的加工肉类产品，例如熏肉、香肠、火腿等，会增加结肠癌的风险。加工肉类产品经过腌制、熏制或加工等过程，含有高量的盐和防腐剂，长期摄入可能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素食主义在全球的流行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除了伦敦、纽约等大城市外，新加坡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素食餐厅，吸引了不少的素食爱好者。除了对动物福利有所关注，素食主义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素食对健康有益。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素食对健康的影响，降低患病风险。多项研究报告显示，素食主义者相较于肉食主义者，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较低。其中，一项美国长达6年的研究发现，素食主义者的心脏病发病率是肉食主义者的1半，且患有高血压的比例也更低。另外，一些研究也显示，素食主义者患上癌症的风险较低，尤其是乳腺癌、结肠癌等与肉食摄入有直接相关性的癌症。改善肠道健康，素食饮食中摄取较多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体积，预防便秘。此外，膳食纤维还能促进肠道内有益菌的生长，进一步改善肠道健康。一些研究还发现，素食主义者患上大肠癌的风险更低，这也与素食饮食中较高的膳食纤维摄入有关。维持肌肉健康。另外，素食饮食中摄取的大量植物性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肌肉健康，例如豆类、豆腐、扁豆和葵花籽等食物富含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有助于支持肌肉生长和修复，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运动和体力活动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肉食和素食哪个更健康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和相关报告，两种饮食方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没有一个绝对更健康的选择。肉食者可以获得更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B12， 这些营养素在素食饮食中通常较难获得。然而，大量肉类摄入被发现与患有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健康问题有关联。另一方面，素食主义者的饮食中摄取的膳食纤维、植物性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较高，这些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患上某些癌症的风险，减少身体炎症等。但是，素食饮食中的营养素可能需要通过复合植物食品或营养补充剂来获得，例如豆类、坚果、全谷类食品等。总体而言，肉食和素食都可以成为健康的饮食选择，但在选择时应该注意均衡摄取营养和控制摄入量。建议在选择饮食方式时，可以考虑个人的营养需求、宗教信仰等因素。最重要的是，不论是哪种饮食方式，都应该注意食品的安全和卫生，并遵循适当的饮食指南，以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